Hello， 各位好，我是 Innovation Lab 修真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非常有趣，但又极度违反直觉的主题哦。这个问题你可能每天都在经历，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集体焦虑。那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个我们从小到大，从家庭到社会都被教育要越多越好的东西，现在反而让我们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焦虑。这不是很奇怪吗？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拆解这个现代社会的选择吊诡。OK， 我们先来看看一个几乎主宰了所有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核心信念。心理学家 Barry Schultz 把它称为官方教条。这个教条的逻辑听起来非常简单，也无懈可击。如果我们想要最大化公民的福祉，也就是让大家过得更幸福，那方法就是最大化个人的自由。听起来很合理，对吧？那要怎么最大化自由呢？答案就是最大化选择。你拥有的选择越多，代表你的自由度越高，自由度越高，你自然就越幸福。这个逻辑其实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已经完全融入我们的文化了，我们很少会去质疑它。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美国的《独立宣言》，都在强调个人选择的至高无上。所以我们觉得买手机资费方案要有几十种组合，串流平台要有 Netflix、Disney Plus、HBO Go 可以挑，大学科系越分越细，这就是进步，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生活。但真的是这样吗？好，理论上听起来真的很棒，但我们来看看现实生活，这个越多越好的信念，到底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 Barry Schultz 在演讲中提到的一个经典例子。他说，美国一间普通的超市里，光是沙拉酱就有175种，这还不包括旁边货架上几十种特级初榨橄榄油和巴萨米克醋，让你可以自己排列组合出更多口味。我们把场景换到台湾，你去一趟家乐福，光是酱油就有薄盐的、糊底的、有机的、日式的、黑豆的，那个选项多到你会站在货架前怀疑人生。或者你打开 Foodpanda， 光是想喝杯奶茶，就有分大杯、小杯、正常冰、少冰、去冰、全糖、半糖、无糖。还没完哦，要不要加珍珠、加椰果、加仙草？你花了5分钟还没决定要喝哪一家，对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选择爆炸。消费性产品就更夸张了。有人统计过，在一家大型的电器行里，光是让你自由搭配 CD 播放器、扩大机、喇叭等等零件，就可以组合出超过650万种不同的音响系统。650万种，这只是一家店哦。你真的有办法从这里面选出那个所谓 CP 值最高的最佳解吗？还是光想就直接放弃，干脆用手机听算了？重点来了。这种选项的爆炸性成长，早就不只存在于买东西这种小事，它已经全面渗透到我们生活中每一个，甚至是更重大的层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是医疗。以前你去看医生，医生就是权威，他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就照做。现在你去医院，医生会跟你说 A 方案是这样，风险是 B 方案是那样，副作用是，你想要选哪一个？这叫做病人自主权，听起来很棒，对吧？但实际上是把决策的重担从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转移到一个什么都不懂，而且可能正处于生病焦虑状态的病人跟家属身上，这其实是非常沉重的。再来是身份认同。以前你的身份很大程度是继承来的，你是农夫的儿子，你是哪个村庄的人。现在不是了，你得发明自己的身份，透过你的职业、你的兴趣、你在社群媒体上呈现的样子来定义自己。你每天早上醒来，都得决定今天要做个什么样的人。职涯也是，科技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工作，这也意味着你无时无刻不在做选择。我现在该不该回这封 email？ 周末要不要加班赶一下进度？就算你人去看小孩的足球赛，心里却还在想着工作的事，那个界限完全模糊了。最后是亲密关系。在我们父母那一代，到了一个年纪，结婚生子是理所当然的预设选项，但现在所有事情都得自己选。我该不该结婚？什么时候结？要先冲事业还是先生小孩？这些问题消耗掉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你看，从沙拉酱到人生伴侣，我们真的活在一个选择前所未有地多的时代。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讲，阿修，有这么多选择不是很好吗？这代表自由啊。表面上是这样没错，但研究证据显示，事情有黑暗的一面。拥有太多选择的第一个负面后果，非常吊诡地叫做瘫痪。你不是被解放了，你是动弹不得。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有力的数据，这是一个针对美国 Vanguard 公司员工退休金计划的研究。在台湾，这就有点像是公司的劳退自选方案。这个研究想要知道，当公司提供给员工的退休基金选项变多时，员工的参与意愿会有什么变化？就像这张图表显示的，结果非常清楚。你看哦，横轴是公司提供的基金选项数量，纵轴是员工的参与率。当公司只提供5种基金选项时，参与率是最高的。当选项增加到25种，参与率就往下掉了。等到选项暴增到50种的时候，参与率是最低的。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负相关，选项越多，愿意参与的人反而越少。数据是这样说的，每增加10个选项，员工的参与率就下降 2%。为什么会这样？这其实跟我们大脑的认知负荷有关。我们的大脑处理资讯的能力是有限的。当你有50种基金要选，每一种的介绍手册都厚厚一本，上面写满了你看不懂的术语，这实在是太困难了，就会造成严重的认知超载。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怎么选，结果就是干脆先不要选好了。重点是不参加代表什么？他们不只放弃了为自己存退休金的机会，更放弃了公司提拨配对金。也就是说，你存1块，公司就帮你多存1块。很多人因为选择瘫痪，每年白白损失了好几千块美金，这就是瘫痪的代价。所以选择瘫痪的心理机制，就是因为害怕为这个有关永恒的决定做出错误的选择，害怕选到错的基金、错的工作，那种压力太大了。所以我们的大脑为了自我保护，就选择逃避，也就是不选择，然后安慰自己说明天再处理。但我们都知道，那个明天通常永远不会来。OK， 我们继续看下去。假设我们很厉害，克服了选择瘫痪，真的做出了决定，买了那瓶沙拉酱，选了那只退休基金，你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吗？不，第二个更严重的问题来了。即使我们做出了选择，我们对这个选择的满意度反而比选项少的时候还要低。也就是说，你选了，但你更不快乐了。这又是为什么？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有3个主要的心理陷阱在作祟。这3个陷阱分别是后悔与机会成本、期望值的提升，以及最后最致命的自我归咎。我们一个一个来拆解。首先是后悔与机会成本。机会成本简单来说就是你为了得到某样东西所必须放弃的其他最好的选项。当你面前有175种沙拉酱，你选了凯撒酱，回家一吃觉得好像有点太咸了，这时候你的脑中会立刻浮现，早知道就选千岛酱了，或者那个油醋酱看起来也不错。你开始想象那些被你放弃的选项有多美好，这个想象出来的美好就减损了你对手上这一瓶凯撒酱的满意度，即使这一瓶酱其实还不错。就像这张图说的，这对夫妻在一个超美的私人海滩度假，堪称完美，对吧？但这个男的却在想，可恶，现在是8月，我曼哈顿邻居都不在，我本来可以在我家门口停到一个超棒的车位的。这就是机会成本，因为你脑中想着那些被放弃的选项，导致你根本无法享受当下这个已经很棒的选择。社区媒体更放大了这个效应，你随时都能看到朋友们选了跟你不一样的路，他们去了哪里玩，换了什么工作，让你更容易去质疑自己的选择。我来讲一个更生活化的故事，就是买牛仔裤。以前牛仔裤就只有一种款式，你去店里报上尺寸，买了就走，穿起来通常都有点卡，很不舒服。但现在不一样了，你去买牛仔裤，店员会用一种非常快的语速问你，请问要紧身款、舒适款还是宽松款？要拍扣还是拉链？要实洗还是酸洗？要不要破坏风？靴型裤还是锥形裤？他可以问个没完。然后你花了1个小时在试衣间里穿穿脱脱，最后你真的买到了一件有史以外最合身、最好看的牛仔裤。客观上你的结果是更好的，但吊诡的是，你的感觉却更差了。为什么？
这就带到了第二个陷阱——期望值的提升。你想想，如果牛仔裤只有一种选择，你根本不会期待它穿起来会有多完美。但当有100种款式任你挑，你的期望值会不知不觉地飙高。你会觉得，可恶，这么多选择，其中一定有一件是完美的吧？于是，你从寻找一件够好的牛仔裤，变成在寻找一件完美的牛仔裤。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美的东西，所以你最后买到的那件，即使已经是95分了，你还是会因为它不是你心中想象的那个100分而感到失望。当完美成为唯一的标准时，失望就成了必然的结果。最后也是最伤人的一个陷阱——自我归咎。你想想看，在那个只有一种牛仔裤的年代，如果你买了觉得不满意，你会怪谁？你会怪这个世界？你会说，哎，这牛仔裤就做成这样，我也没办法啊。你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但现在，当有上百种选择摆在你面前，你精挑细选之后，结果还是不满意，这时候你会怪谁？很明显，你会怪你自己。你会用一种很沮丧的语气跟自己说，是我没做好功课，是我眼光太差，我明明可以选得更好的。你找不到任何借口，所有的责任都落到自己头上。这种不断的自我归咎对心理健康的杀伤力非常大。Barry Schwartz 教授认为，这甚至是过去几十年来已开发国家忧郁症和自杀率大幅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人们抱持着过高的期望，导致生活中的体验常常令人失望，然后他们把这种失望全部归咎于自己的无能和失败。客观上，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但主观上，我们的感觉却越来越糟。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讲到这里，你可能觉得很绝望。如果那个越多选择越幸福的官方教条是错的，那到底该怎么办？难道我们要回到那个什么都没得选的时代吗？当然不是。答案其实藏在一个很有趣的比喻里。你看这张漫画一条鱼在鱼缸里，它的父母对它说：“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没有极限。”我们第一眼看到这个，可能会觉得很讽刺，对吧？会想说，这条鱼懂什么？它就活在这个小小的鱼缸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无限的可能。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会不会是这条鱼其实比我们更懂得快乐的秘诀？这就是整场演讲最核心也最违反直觉的观点。当你打破鱼缸，让一切都变得有可能的时候，你得到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瘫痪，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满足。让我再说一次，没有限制不等于自由。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隐喻的鱼缸。这张比较图就很清楚了哦。没有鱼缸的世界看起来有无限的自由，但结果是瘫痪和不满。而一个有鱼缸的世界，代表着你给自己设定了有意义的约束，它反而能带给你真正的自由和满足。这个鱼缸不是监狱，它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框架，一个能让你聚焦，能让你做出决定，能让你感到幸福的框架。它的作用是帮你过滤掉那些无关紧要的选项，让你把宝贵的精力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所以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去思考：在选择无穷无尽的今天，你的鱼缸是什么？你可以为自己建立什么样有意义的限制，来找回专注，并且真正享受你所做出的选择。这不是要你放弃选择，而是要你有智慧的选择。例如，你可以练习成为一个满足者，而不是最大化者。最大化者总想找到最好的，结果总是焦虑；而满足者只要找到够好的，就心满意足。你可以设定一些规则，比如买东西前先列好清单，只看清单上的东西，或者决定要换工作时，只投3间你最想去的公司。这些都是在为自己打造一个能带来幸福的鱼缸。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我们从小相信的越多选择越幸福的官方教条其实是有问题的。第二，过多的选择会带来2个严重的负面后果：一是选择瘫痪，因为认知超载让我们干脆不做决定；二是即使选了，也会因为后悔、期望过高和自我归咎而感到更不快乐。第三，快乐的秘诀不是追求无限的选择，而是学会为自己建立一个鱼缸，也就是有智慧、有意义的限制，这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与满足。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